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1月28日，星期三。我们呢今天在盘中来告诉一下大家，接下来的3家巨头它的这个点位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。然后呢，美联储今天会开会，市场呢你也应该知道，现在呢就是在等一句话，那么美联储给不给利率和流动性继续兜底？盘后微软还有就是 Meta 特斯拉这3家巨头能不能把 AI 和增长继续的把它讲成可兑现的现金流的故事？因为现在是 AI 的就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年头，那么所有的跟 AI 相关的这些个股一定要讲故事，讲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就是有现金流的故事。那么这3份财报不只是3家公司涨跌的一个问题，它会直接的决定纳指权重的一个方向，也会决定到底我们今天标普这边冲7000是站稳还是冲高回吐。那么我们在前几天的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讲了，冲7000是绝对可以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冲到7000能不能站稳，这个呢一定要去看财报如何进行一个反馈。那么目前我跟大家就直接的了当的告诉大家，我认为微软的话呢会偏稳，特斯拉偏弱， Meta 的话呢是偏剧烈。3家公司的结果，它会直接的决定标普500这道7000的大门是被推开还是被打回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跟大家好好的去进行我的一个分析。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 SXO 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节奏的，而且呢在盘前的时候呢已经是来到了72，我们给大家定个目标大概是在68，然后呢意外的惊喜来了，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会员群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哈。那么这几天大家的盈利情况都是非常的不错，我们待会儿在美联储开会之前呢还会给大家具体的一个区间的分析，如果想加入我们会员群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哈。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有一些朋友呢现在就在问我能不能去做 SOXS， 觉得好便宜，我告诉大家不要去做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除非你10万的一个账户，你买个1000块钱，这1000块钱亏完就算了。如果说这1000块钱能够翻个1倍2倍，那么你拿住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关键在于你一定要把风险给控制住。有些朋友就说，为什么 SXO 那么高了，我们还敢去做？关键是我们把我们的风险控制的非常的低，你只要在股票上面把风险控制低了，那么你剩下的就是大大的盈利了，不用有任何的一个担心，好吧？所以说做股票一定是讲究策略的。我们今年底线是赚钱，我们呢更高阶一点是什么？快乐轻松的去赚钱，让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心灵，然后呢自己的生活也是更上一个维度。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重点哈，就是这个特斯拉。首先来说一下特斯拉，现在市场对特斯拉这份财报的期待并不算很高，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电动车增长在放缓，补贴在退坡，而且呢，中国和全球市场的价格战还在持续，交付这边是没有爆炸性的新高，盈利端这边呢也是被压着走的。那么我告诉一下大家，今天的这次财报并不是冲刺的成绩单，它更像是什么呢？压力的测试。现实层面，营收增速下来了，毛利率面对很大的压力，比方说像自动驾驶、储能、机器人这些长线的故事，没有一个明确兑现的节奏，在股价面前呢又反弹了一段，手里有盈利的人其实是很多的。那么这种组合下，只要财报和指引不是那种明显的超预期的好，盘后的股价是很容易往下走的，而不是往上去冲。所以说呢，比较合理的一个短线活动区间大概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要往上面冲的话，大概是在450到470之间冲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要下的话，那是要下到400以下的。那么470附近算是给面子的一个上沿，往下看的话呢，就是400到380这个大底。那么如果说真的到了380，我认为去进行开仓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分批，不是让你满仓的去入，一定是分批。分批就是让你把仓位管理给做好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先做一个观察仓，然后呢，再去用你的这个仓位慢慢的做价格上面的一个调整是最好的，不要一次性的去入。我们在会员群也告诉过大家，你的这个价位并不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的仓位，你的仓位决定了你的持仓的一个周期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，还有成就你的这个盈利，好吧？那么我给出的判断很直接很简单，除非马斯克突然给出极具爆发力的新故事，比方说非常具体可信的 FSD 收费的模型，机器人商业化时间表，或者是储能订单大幅的超预期，否则今天盘后特斯拉
比较大的概率是偏跌的。那么明天的盘中它会来消化这份成绩单，我们呢会随时在会员群来发布最新的这个点位，给大家一个更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微软的一个情况。微软我们在很底部的时候就让大家去做，那么微软这一次的难点刚好跟特斯拉相反，这个数据我认为大概率是好的，但是麻烦在于什么呢？它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够撑住这么多年的乐观的预期？那么现在市场给出微软的共识是2位数的盈利增长，稳健的收入扩张，云和 AI 业务还在往上走， Azure 它的这个 AI 的负债带来增量，这些都是正面的因素。但是呢，同时大家也非常的清楚，微软在疯狂的砸钱，因为他们在自研 AI 的芯片，买英伟达的 GPU， 扩数据中心，资本开支是一路的飙升，短期内对利润率绝对是一个不小的压力。所以说这份财报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，是什么画面呢？就是报表数字它不会差，甚至超过预期，但是投资者他很容易在细节里面去找瑕疵，就说 AI 的收入会不会比想象中要慢一点，资本开支会不会再次的提高。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哈，你们去看财报的时候，一旦是有关于 AI 方面的个股这些财报，看4个字，什么资本开支，就看它的资本开支，它的资本开支到底是大还是小，那么它有没有对应的现金流能够去辅助它的这个资本开支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微软的管理层对未来2-3年的用词，是继续大幅投资，还是已经接近投入的高峰？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再加上这个技术面的一个分析哈，微软的股价它此前从高位回落，现在是处在一个有一点点犹豫的位置。那么我会更倾向于这样的一个走势，就是说盘后的反应它可能偏正面，要么就是高开，要么就是盘中冲一段，但是呢要看指引和资本开支的细节，否则的话呢，有点容易演变成高开低走，最后呢收盘只剩下一个小幅的上涨，甚至不排除直接的平收或者是有一个小跌，我们还要参考大盘的一个走势，好吧？如果说你要参考期权市场对这次财报的一个定价，它的这个短线波动大致在4%、5%左右正负哈，那么这是一个有弹性，但是呢并不极端的区间，意味着市场并不预期微软会带来那种10几个大点的那种大惊喜或者是大灾难。放到大盘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话呢，我认为微软它的角色就是像是在稳定军心，只要它不出幺蛾子，指数不太可能会因为微软而崩。要指数大爆发，还要看其他的一个变量。什么变量呢？就是我即将跟大家讲的这个 Meta。Meta 虽然说也是巨头中的一个，但是它的这个波动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么我告诉大家，现在非常适用于形容 Meta 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现金流能力极强，但是花钱也非常的大手。现在的广告业务恢复的不错，短视频 Reels 变现也在加强，日活月活都是比较好看的。从赚钱能力这一项来看， Meta 现在是完全配得上一个不错的估值水平。但是问题就在扎克伯格这边，在 AI、元宇宙、硬件、智能眼镜等方向上面的一个投入，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是一个巨型的碎钞机，总费是1年又1年的往上抬。Reality Labs 收入还没几块钱，已经先亏出去几十个亿了。市场现在对它最大的担忧，并不是说我看不到 Meta 赚不到钱，而是说这台赚钱的机器会不会被一个所谓的长期主义过度的拖累，也就是说股东的钱被拿去支撑一个回报周期非常长、确定性不算特别高的远期的故事。那么如果说今晚的财报里面营收 EPS 都明显的超于预期，同时管理层在会议上强调会合理的控制开支的节奏，让 AI 和硬件投资更多配合现金流，那么它的这个安全边界就会比较的大一些。这样的话市场会给一个比较积极的反馈，有可能会来一根8%到10%的长阳吧，把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的调整给全部吃回来。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如果说营收只是刚刚过关，指引偏保守，而且尤其我跟大家刚刚有讲到哈，资本开支和它的这个 Reality Labs 的这个投入还要往上加的话，那么市场很容易理解成未来几年的利润率还要被压，这样的话股价是非常有可能来一根同等级的大阴线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 Meta 来讲，今天的剧情不大可能是小涨小跌，更有可能是什么呢？抛硬币，要么大涨，要么大跌，短线波动就是在8%到10%正负这样一个宽的区间里面。好了，我们讲完了这3家公司可能会出现的点位，
我们把它绑在一起，再看一下大盘和美联储，就更加的有意思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标普这边已经是在7000点的心理关口，而且呢，它是晃了蛮久的。纳指的话 ，QQQ 这边呢，它也是处在一个高位箱体里面反复的敲门。道指这边的话，它是昨天有受到这个 UNH， 还有就是医疗板块就是传统的蓝筹的一个拖累，相对的弱一些，但是还是算比较的稳。所以说现在市场已经把自己送到了一个必须做选择的位置上。再往上的话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真突破，打开一个新的高位平台。往下呢就是假突破，这个7000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至少1个月以来的一个高点。那么后面可能会来一轮中期级别的回调，触发器就是今天3份财报以及美联储的一个表态。所以说呢，大家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。我们待会儿会在会员群发布开会前的这个点位，来告诉大家我们具体应该如何操作，然后呢再看收盘的一个情况，来告诉大家仓位应该减到什么样一个地步。明天的一个走势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讲。所以说呢，大家有机会的话呢，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好好的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赚钱的一个快乐。那么也预祝大家在今天好好的收获你的成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